如说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你？你同时可以运用心理学，也可以运用社会学，甚至搞不好可以运用一点点经济学去看对方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喜欢上你，或他喜不喜欢你。就你多一些知识体系，你的判断会更全面，更能有把握的知道你想要的答案，然后那个答案的层次会更高。当然啦，我们生活并没有那么辛苦，也没有那么复杂啦。但是呢，学会多一点知识体系呢，它的那个本质上会像是你就拥有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这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之一。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建构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尔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集，我觉得会非常非常实用哦。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啊，其实你想要做出更精确、更好的抉择，会运用到很多很多的知识体系。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只会运用一种知识体系对一件事情做判断的话，你可能会没有办法那么全面、那么安全。例如说，你想要知道你从内湖到永和就张姐家到我家的距离有多远，你只会用数学去算的话，你可能就算不出它到底在这个下午它会多塞车，然后会要花多额外的时间，因为你只会一个体系。可如果你会去算说，这个社会或是这个文化或是这个区域有哪些人潮啊，哪些人流啊等等的，去把它整理进来，你就会知道说，再加上这一份知识，你就知道说，你这样子到那边其实不是这么数学上的这个数字而已。这是最简单最烂的一个举例。那何况说，例如说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你？你同时可以运用心理学，也可以运用社会学，甚至搞不好可以运用一点点经济学去看对方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喜欢上你，或他喜不喜欢你。就你多一些知识体系，你的判断会更全面，更能有把握的知道你想要的答案，然后那个答案的层次会更高。那当然啦，我们生活并没有那么辛苦，也没有那么复杂啦。但是呢，学会多一点知识体系呢，它的那个本质上会像是你就拥有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这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之一。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建构起来。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3步骤，它是我平常在去做一些新的事物学习的时候会运用的快速、极简、低门槛的方式。我相信大家听完这一集就一定能学会。第一呢，我通常在想要学习一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会先去定义学这个主题的目标。简单来讲，我想要学历史，但我到底是想要成为历史老师，最后走这样的职涯途径，最后当教授去教历史，还是呢，我想要去当一个很不错的写宫廷剧的剧本专家？就是可能我职业是这样，或者我转职，或是兴趣。那因为这2个角色、这2个职涯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需要历史的切入点也会不一样。所以呢，这2种人去学习同样的历史主题下，他们2个的目标会不一样哦。所以呢，定义你想要学这一份知识的目标会非常非常的重要。举例来讲，我们用1棵树来当最后你要建构起来的一个知识的感觉好了。那这个树最后呢，它会放在哪样的场景，怎么去运用它，就会是我刚刚讲的定义目标。举例来讲，这棵树你同样可以放在你的前台、你的阳台去美化，它就是一个美化的作用。或者是你只是拿这个树养大去卖它，还是你是把它放在家里面的某一个位置，然后不用 care 它好不好看，反正它的功用就是符合某一种种类，然后代表某一种意涵，然后让你优化你的风水而已。你看我随便乱举例3个就已经完全不同的目标，那你养这棵树其实就是会有不同的切入点去养这个树，对不对？所以一样，知识也是一样，你最终的这个目标就是形塑你最后这个知识要走到哪里，所以一定要做好第1步骤去定义这个知识体系的目标。那再来，我们已经定义完了嘛？那第2个，我们就要去想怎么去拆解这份知识体系。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运用的就是心智图。其实心智图这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2个品牌啦，一个是 XMind， 另外一个是什么？想不起来。反正因为我自己很久以前有用过另外一个牌子，可是我忘记了。那当然有很多的平台和 APP 都有出心智图啦。
然后甚至你自己用手写画都可以。但我自己个人最熟悉的是 XMind。那用心智图呢，它其实是一个像头脑一样，头脑神经元的这样结构去发散出来，然后发散完了以后，其实很容易去归纳。所以我们在这个 brainstorming 或是构思，或是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就可以去运用心智图把这份知识拼凑起来。所以再来用历史去举例，举例来讲，你想学这个历史，可是它里面又分为哪些支线，哪些树需要的那一些枝干嘛？那这个树就是有很重要的主要主干，还有一些小小树枝，它就会养成一个树了。那心智图这个知识体系也是一样，你的这个主题放上去以后，历史又分为什么？我随便乱讲，东方历史、西方历史，甚至是从历史里面又去切西方历史人物，还是西方历史事件？你是从人物还是事件，还是用时间轴去学都 OK。把这些你可以想得到的 brainstorming 的东西，先这样子一点一点去把它放上去，去布满整个心智图，你就已经做好了第二个步骤，就是你的知识主题的拆解。这样拆解出来以后，你会初步有一个框架，就像树里面其实只要有一个主要的主干，那再加一些树枝，这个树其实就是已经蛮完整的。当然，你想要这个树长很大、长很满、长很拽，很可以。但是上面的叶子还有一些内容物，你就是需要时间去慢慢沉淀和学习嘛。学习是没有办法急的，没有办法立刻去学到的，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大概的雏形，其实就已经可以去做好整个知识的大概框架了。这个框架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要有框架，你才会知道你哪些事情是需要学和不该学的。那到底什么东西是优先该学的？还有你的框架要走向哪里，它就会呼应到我刚刚前面讲的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学这一份知识的目标。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去拼凑这些更多的树枝？当然可以，因为知识有很多东西可以一直去延伸，一直去延伸。用关键字，你随便去找书，我自己很常用的就是用书在博客来啊，或是成品这些地方去踢一些关键字，那这个关键字就有一系列的丛书。那这些系列的书其实就代表这个知识里面大家可以去讨论的议题，它都可以去运用这些找书的方式去把这些重点把它归纳整理到你的树干上，或是你的这个心智图里面，你就会变成这个知识体像是一个版图一样，你是有一个建构知识框架的能力，你的知识体系的能力哦。所以只要做到这个步骤，已经是蛮完善的，你就等于说你自己可以做出这样的课纲，让你自己去好好学习这份知识。那我再举例啊，如果你想要学的东西是一些高考啊，或是国考，或者是一些直接有评测的，那你也可以去看这些测验，他们的那个测验逻辑是什么？从他们的测验逻辑或出题方向，大概也可以看出要学会这一份语言、这个事情、这个营养学等等的东西，是需要知道哪些主要知识，或是副线的知识。那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直接把它套回你自己的知识框架，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去学习了嘛。那大家都很喜欢学韩文嘛，英文以外，大家喜欢 K-pop 学韩文。那学韩文你到底要怎么学？你是不是就可以去看这个韩文他们做检测的时候，他怎么去定义它的1级、2级、3级？就是不同的级数，它其实在里面都已经有写说，哦，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沟通没有困难，就是很简单的基本自我介绍等等，到你可以去解释无形的那种或抽象的事物，去讨论身心灵深度或商务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已经又到了另外一个层级了。所以透过他们去把它系列化、框架化，你就会知道，你要学韩文是要走商务韩文，还是心理韩文，还是说只是基础的旅游型的韩文？这样就可以找出这个知识框架里面的基本，或是中级，或是高级。所以你的这个知识的难易程度，其实自己也可以这样子就是整理出来。那当然，它也可以就是很水平的去一直发想，到底还有其他的什么语言啊，或是其他的运用地方，其他的使用情境，那你就可以再运用这些情境，再去跟着这些情境里面做学习。它也是这个知识可以去延展出来的一些枝微末节可以学习的内容。讲到内容，就进入我们的第3步骤，你要去填入这个知识的内容嘛。所以想象刚刚第1到第2步骤已经把前面的整个你最后的目标都定义出来了，然后你这个树可能会长成的样子，然后那些树干树枝都出来了，但是最后你需要大量的叶子才看起来这个知识茂盛，你学识渊博的感觉嘛。所以呢，这个叶子呢就是内容。
那这个内容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填入？其实就不难了嘛，因为你已经知道很多框架，还有这些枝节了，那你就开始去网络上找一些文章，去找一些课程，去找任何你觉得想要去走的切点。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嘛，历史你是学来去写宫廷剧的话，那你就跟那种需要去学一些教育啊，或是学这些历史里面更深度背后的意涵的那种学家或者是历史教授走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能比较找一些有趣的人物，或是一些现代时代会喜欢的一些感情线啊，一些人物跟人物之间的纠葛啊，甚至比较找一些野史有趣的东西，找八卦等等的，你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就算知道历史的版图这么大，但你可能只是往这个枝干去走，因为你需要的面向是往这个面向，那你就朝这一个找野史、找有趣的人物、找情感纠葛的东西，再去找里面有哪些关键字，去从关键字里面再深入剖析、深入学习。那这个关键字的方法，不论去找 AI 啊，找网络的文章啊，去找相关的 KOL 网红啊，或是跨语言去找其他的平台会写的内容，都可以让你找到很丰富的东西去养成这个内容，你就会在这个知识框架里面有你自己独到的见解，然后也有你自己独特的内容可以产生，所以这样子的知识框架就会很适合你，然后也是你自己所发展出来的，就会很特别啦。所以呢，这样的3个步骤呢，可以让大家无痛、无压力、快速高压的去建构你接下来想要学习的东西。我相信现在大家的学习都非常广泛，也会有很多职场是需要通才嘛，所以你就会想要去学很多，不管是企划啊、写 coding 啊、某一个设计啊，或是美感啊，不管是抽象或具体的，不管是软实力或硬实力，大家都会想学。那这些东西把它主题化，然后再去运用这样的知识框架去建构起来，你就可以建构完，去开始建立另外一个学习步骤或执行步骤，你才会知道下一步你要做哪些事情，实际可以去学、去看、去做的方法，再套路一些时间轴，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棒的 next step， 下一个步骤了。那这样子呢，其实是包括了学习如何学习的概念，还有时间管理，还有例如说组织专案的一个概念，在这个事情里面。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学习知识的方式，我觉得它像是一个生活里面可以让你真正的十足的成长的实际方式、实际的运作。好，那希望这一集可以对大家有帮助。它比较像是一个课程，好像不太像是 YouTube 频道。但不管怎样，在艾尔莎频道里面有各种学习的，除了像打蟑螂啊，或是闺蜜啊，或是在讲谁的坏话啊，到这种很深度的知识，都可以一起学到。所以记得大家一定要继续订阅艾尔莎，啾啾。